笑容满满怎么了？对啊，怎么了？笑容暖暖，对啊，就感觉像奇迹暖暖一样，感觉有点中二的样子。来吧，笑容满满。我不笑，来吧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是活力满满的雨佳，这里是东方新娱乐。东方新娱乐，都市文娱风向标，每周一到周五17点和您准时见面。国色芳华，原班人马打造，还原度那可谓是极高。除了秦昊这样的主角撑场，轮番飙戏，看得让人太过瘾了。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叫什么呀？他叫熊猫先生。哦，他沉寂多年再度归来，演出了双面人生的反差感，那是嫉妒与不甘，嫉妒与不甘，而是灵魂穿透镜头。这句话有问题，我要改一下。山东段子王孟川，职场清醒人赵小慧，欢迎二位，欢迎。好，那然后前面反正还得要改，真读起来还真觉得有问题。好，走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山东段子王，山东段子王，这谁给封的王？这还有山东？那广智那算什么？山东段子王。问过我们志胜哥广智的意见吗？那个今晚给孟川打一电话。打电话。王玉，哎，子泰，哎，咱们走了。哎，走，老师。那明天下午差不多2点，我们要从这儿出发去一个地方。就是老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，人有点压抑，我们换一个地方。晕的。已经有班味儿了，这2天待的我。没有在办公室长期待那么长时间。走吧，走，拜拜。那我们走了啊，拜拜，安全。好。对。感觉离开东市有一股班味在慢慢的离我们远去。是的。就是感觉好像好久没有出来过了，感觉。赶紧把它破一破。哦，看看鲁豫老师带他们去哪了？团建啊，他们这组是真的需要团建，他们需要好好。来，换个地儿再干活。哇哦！啊，他们来的是书店，叫班味去除地。先逛逛。可以啊，老师。哦，这个作者我跟他聊过。哦，东京8平米这本书我也看过。他是一个日本人，用中文写作。哦。他在日本东京住一个8平米的房子。8平米，所以他就写，他之所以住8平米，就他认为他不想为了生活中额外的东西去打无谓的工。哇。就是某种我觉得在反抗生活，挺酷的。我还见过他。这个事儿是很酷，特别酷。但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说我最低8平米肯定不够。行李箱都没地儿放。对。行李箱。对，行李箱都没地儿放。哎呦，这个老板挺文艺的吗？上海好多那种小地儿特别坐得住。那我们就坐这儿了。行，好。我可以先看看你们俩做的方案什么的。好。明天把你所有的问题你想好之后，变成一个生活当中你们聊天的那个语境，给我形成文字，我得感受一下你们到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聊天。只放松一会儿，直接工作，换地儿工作。所以不要相信老板跟你说团建。披着团建外衣的加班。我没有写全。没事儿，不用，就大概的感觉。是一个感觉。对，你给我看一下就行。老师，就是昨天发给你的那些问题，以及今天就是这几个问题，然后其他时间我都在看古先煦的一些采访的视频，以及一些其他的采访明星的视频，或者采访演员的视频，看他们会问他们一些什么问题。行。来，我看看王玉你的那个什么。我前面是一个比较2个人的这种访谈，然后后面我会加一些背景。邓师哥、胡师哥，这么细节。对了，我现在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您说的这种比较抽象的这种问题。我觉得其实你们俩都问题还是，你看你随便举个例子，都是比较落到实处的。
你看你现在依然会都是问他吗？你现在会怎么想？就你怕别人叫你童心，你现在会怎么想？这都是具体的问题啊，而都是能够引出故事的问题。我就尽量的去把它具体化。对啊。你看这些都是非常好的，只有你个体化的感受，因为你当时在现场，你记得他们做汇报的时候，小剧场什么里3层外3层，什么叫这个哥那个哥那个姐的，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，只有你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而且你这还有个人的感受，真实的感受，这个就很好。子泰的心情感觉笑容又逐渐消失了。你们俩可能需要想一个怎么开始，自然的开始，让他们知道已经开始了。老师，我一般就是跟别人初次见面交谈的时候，我会先从就是夸奖对方。就是我会见到先旭，我可能就会直接跟他说：“先旭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觉得你小时候特别可爱。我昨天刚看了你在小时候打快板那个视频。”合着是骗我的，兄弟，这是手段呀，兄弟，是粉丝。这个是阴谋诡计啊，这都是采访技巧，这人工作。推己及人。如果是我，有人当着我面夸我是爱人，我会特别尴尬。不要忘他是个哀人，哀人很怕这些。好，确实。你的那个开场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就跟当下跟这当下融在一起，是一个好的切入。王宇那边我感觉框架都已经成型了，问题啊基本上，但是子泰一直很模糊，是不是跟他生病了有可能啊？你们现在可以分几块，我觉得有几个大模块，每个模块里面必须有几个问题，就你们作为经典说这个一定必须要问到的，每个人都要在每个模块里面准备这样的一些问题。好。包括我们其实可以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，让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。其实对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一个问号，尤其这是一个聊天的一个场域，只要能够有他的一个抓手就可以。他听到你讲后，他有一个想表达的欲望，他可以顺着这个讲，他就是可以的。OK。然后老师，我是觉得这两个问题有点尖锐啊，我想就是跟您。你觉得哪个是比较尖锐的？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。其实我觉得还可以，这两个是问题是可以问的。就是你想让他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真的那个样子嘛？他要演，其实是要演一个可能会有班味儿的一个人。就他怎么演出那个班味儿呢？这其实是个好的问题，这你们都可以问。邓科可以讲。我觉得这个他们俩都可以讲，邓科可以帮他。对。师哥，您现在还挤地铁吗？就拍这个职场，年轻人这个职场，你怎么拍出班味儿？从邓科切，就不会有任何冒犯。这么破碎吗？怎么了？感觉已经碎了。那确实有点碎的边缘了。他平时不是这样啊。你们这次考核是挺难的，你们俩还得互相合作，然后要跟两个人聊90分钟，这难度非常大的，所以做好了是你们俩特别牛。现场万一没有那么好的话，是这个设置太难了，这个你们必须要有，不是你们一定要有这样，真的是真的，做好了就是你们牛，没做好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很难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个人掌控我 OK， 我还得跟另外一个人合作，还得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，这都没把握的，这点要想好。谢谢老师，不要一直在安慰我们，不要质疑自己。好，但其实我们两个都有点忐忑，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是0分。不用，没关系。这个考核不是说谁赢了，谁得分最高就最好的，不是。不管他们给你多少分。自己需要给自己这个分儿，有的时候。
把情绪给我顶上去就行了。要被你安慰哭了。真的没事儿啊。吴毅老师真好呀，真的，他的那种温柔，这你们要相信自己就可以了。感觉子泰这回扛的压力确实有点大。哎，项目也难，要搭配，又是0分。那您觉得我们需要让他们准备什么？比如胡先煦，我就认为他应该回忆一下，就他作为童星那个经历，对，稍微他自己梳理一下，啊。看这种别人在背后设计你是啥感觉呀？此时此刻觉得蛮诡异的。就这种童星式的小孩儿，那他是某种程度是没有童年的呀。很多童星一说就特别能够共情，什么迈克尔·杰克逊之类的，就是没有童年的小孩，他们互相特别能够共情。是老师，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点，我就看他很亲切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跟他的经历比较相似。虽然我不是当演员，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我上1年级的时候，我爸妈就把我送到寄宿学校了。哦，为什么那么小把你送寄宿学校？他们比较忙，然后他们就是不太想，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比较忙吧。然后当时是半个月回1天家。哎呦，所以说，即使是小到铺床单，大到生病了，都要我自己去解决这些事情。天哪，小学，然后也没有手机，也没有电话，也联系不到家长，所以我觉得所以他就让我过早的就成熟了。那你们当时你们班里面那些寄宿小孩都是1年级？是的，而且我们上1年级的时候是几十个孩子住在一间特别大的宿舍当中，有3个宿管老师盯着我们。后来等到3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就搬到6人寝了。那你觉得你有欠缺安全感吗？有，非常有，老师。非常有，我是一个非常缺安全感的人。你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感觉我的直觉，你比他是有安全感的人。是吗？他其实就来自于童年的时候家庭给予你的那种。这个很难讲。对。原生家庭很重要，某种程度我能够共情他，因为我小时候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，我不是跟父母长大的，所以就是他其实对于小孩是有很大影响的。因为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我，哇，子泰你好懂事儿啊！就是你看这小孩多懂事，也不哭也不闹，从小就不想家。当时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，但是越长大越发现，会有一些后劲儿。所以说，懂事从来不是一个小孩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。是的。懂事对于小孩来说，他其实某种程度还挺致命的。是的。所以这一点上，我觉得你可以从你的角度问问胡先煦。他应该某种程度也得懂事，因为你童星，你就得比一般小孩也要懂事。对，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看他的那些采访的时候，甚至他的那些一些表述的感觉跟一些眼神，我捕捉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跟我真是有一点点像。其实是可以的，这个你们可以聊一下呀，有可能聊一下。我第一次知道你是小学就。行，晚上你们就不用熬太晚了。那行，那我们就撤。好呀，我们走吧。这也太荡了。这样。你觉得还有啥问题吗？我目前是想不到什么了。但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你心里的那种柔软和你的处理方式，就你对于这种你的压力的处理方式，全要堵车。
子泰这一期好大。你们这次考核是挺难的。其实我们两个都有点忐忑，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是0分。说的好是松弛，说的不好就是实在真的没有求生欲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不至于。我错也不错，这我也太错。让师姐开心，谁来让你开心呢？子泰，他之前是一直在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的人。是的，我感觉还挺难的。你是那种行的，真的，得优秀，大家能看得到，真的。一个0分的，另外一个0分，我觉得你行。哎，你看他那个懂事的那个特质，其实在各种点滴上全都能展有延续。真的。你看他都无所谓，你怕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无所谓？他肯定是有所谓的，我也知道，肯定都有所谓。既然来了参加实习的，肯定都有所谓。我也知道你们可能就心里也会想，准备的这么多，准备的还算觉得不错，怎么就？是时候大哭一场了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太累了，这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都到一个极限了，我觉得。天哪！咱们是今天走到啊？快上树睡树。喂，你久等。哦。他下车才把声音放出来，不愿意展露这个脆弱，真的。回吧。干嘛呀？待会儿。我不知道，
不是我很懵，因为我很害怕，我很害怕明天搞砸，我也很害怕，我根本一点都不自信，我都是装的，根本，我面试的时候那个自信全是装的，我根本一点不自信。而且还有一点是，我越来越觉得老师们对我有期待。就是你会想，就是你，我可能前3次领带没关系，我还能对张希老师笑出来，但我要一直领带，我还怎么保持笑容呢？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再跟老师们嬉皮笑脸？哎，而且我又是一个不愿意把自己那些什么事儿都说出来的人，我就是很纠结、很奇怪的一个人，我就是。挺要强的哥们儿。这种开朗人的那种崩溃，因为他们这个环境太极端了。是的，太密了，所有的项目，所有的人事儿。回来了，嗨，宇哥。我回来了。你带我去哪儿了？到了。我找到了一片特别美丽的草地。好了。没有。疼了，男生之间的共情真是。Take it easy。主要我很害怕，我也不知道明天我会表现怎么样，我也很害怕。你觉得你想问的呗？而且我压力其实就很大，就很担心这个事儿。但我觉得你跟吴老师沟通的时候，没看出你的压力啊。我总不能在鲁豫老师面前哭吧？我现在已经好了。你就相信，你相信你自己啊！你说没问题的，你就看着我的眼神告诉我没问题的。你在干嘛？你在背词吗？还是在准备问题？没有，我就是在想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让他们更舒，就开场。你看他怎么开场？对，我就是在看他是怎么开场的，所以我把这份找出来。他们可以柔软又锋利，张扬又羞涩，混沌又清澈。他们按心情生长，各自独立，也成群结伴。